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钱立伟、雷倩，倩姐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另外是淡江大学财经经济教授聂金忠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 好。大家好。好，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大家众所瞩目的，在这个月底马上就要举行的 APEC 峰会。那当然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在于 APEC 在南韩举行的这场峰会，到底美中的元首会不会会上一会？那现在呢，川习会恐怕会破局了。怎么说？我们先来看川普最新的发文啊，他在他的 Truth Social 啊，他特别就是他最新的发文。那特别提到了是说呢，他要对于中国大陆敌意的行为，这个是重点，要再加征100%的关税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再看他前一篇的推文啊，因为他说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哈，这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呢，认为中国大陆呢变得非常有敌意。好，简单来说呢，他写了这么长一大篇啊，长篇大论啊，你可以看到已经用了好几张的图版了。通常如果你看川普的推文啊、发文的话，都会发现他就是短短的1、2行而已。他这一次写了1000字文啊，2000多个字。那最后呢，在上一篇的贴文，他中特别讲到说，所以啊，他认为呢，这次到 APEC 去见习近平主席，恐怕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了哈。到底还有没有见的理由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来看一下，近因就是呢，中国大陆在10月9号，他们商务部突然宣布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境外组织和个人出口含有中国成分的稀土产品，或者是呢使用大陆相关的技术在境外生产，都必须先取得中方的出口许可。这个消息杀得美方措手不及。川普听到看到，当然火大，立刻就发了刚刚说的长文，而且呢还采取动作反击。这特别之处在于，这次根据中方的公告，最终用途是研发还有生产14奈米以及以下的逻辑晶片，或者是呢256层级以上作为记忆体用途的储存晶片啊，以及呢制造上面这些所谓的制成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测试设备跟材料，或者是研发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人工智慧的出口申请，都会采取逐案审核。讲大白话就是越来越严格。好，川普呢就发文痛批，但是大家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做法，会觉得有点熟悉哈，因为这个做法好像是美国在做的哈，这几乎就是美国怎么做，中国大陆就怎么做。倩姐怎么看？对这一轮呢，当然是将来会造成的后果啊，会是稀土的去全球化，它不会是一个全球自由流动的。但是前面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稀土管制的全面化，事实上就跟美国芯片管制的全面化几乎是如出一模一样。对。那么中间呢，它除了是我们平常看的，譬如说原产地的规定啊，还有你出口限制以外呢，最重要的是 FDPR， 就是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啊。那这个 FDPR 呢，让美国当时能够扩大它的管制的范围，是包含了原技术、设备、外国产品，甚至呢可以追溯到最终成品里面，只要有美国的部分，它都可以管制。所以呢，你现在看我们这一次中国大陆所做的这个稀土管制，它表面上就是稀土、磁铁分离技术跟设备，就是连设备都有了。对。但是它更重要的，它有特别讲的是说，可以追溯中间的含中比例，就是中国的比例跟成分。还有呢，加工环节。那这2个呢，就在域外就有适用了，其他的国家就会纳入这个管辖。对。所以，如果我们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回溯一下呢，我认为中国大陆大部分都是在做的工作是叫做反制，就是当初你用晶片卡脖子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回击。那光是最近一段日子你所看到的，美国要增加关税的同一时间，美国的股市就大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如果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的话，是美国的企业会丧失中国的市场。是所以说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但之前还是有很多东西啊，譬如说
14号就要开始的港口税，你要征，那我就对等的征，就是对等，这是在 WTO 的规定里面是可以的。所以港口税美国要做，那中国大陆也要做。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到有点像是桌球或者是那个网球，对，不是乒乓球呢，就是网球，就是你来我往，已经越来越快。原来我们看到的是围棋。就是大大的大范围在棋局里面的布局，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快要到收官的时候。所以第一个就是14号的港口。那另外呢，同一时间你有看到说最重要的铁矿可以不用美元结算。那么如果说很多的重要原材料、原物料不用美元结算，那当然在美元结算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它的掌控力就会减少。今天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交易只有10%了，对，可是其他的国家跟美元还有很大的交易，所以说不用美元结算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 domino， 就是多米诺的骨牌，它有一个骨牌效应，接下来会产生效应哈，就会产生效应。如果澳洲可以，那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好，那另外还有譬如说，光是在稀土这个地方。美国运用澳洲跟马来西亚一直做了很多的布局，可是中国大陆马上就跟进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跟安华也在马来西亚布局，所以你在每一个场域中间都是你来我往，而且非常快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为什么比照办理是不行的哈？对啊，因为你卡我晶片，我不能够卡你的稀土嘛。对，所以我把它称为稀土管制芯片化啊，就是说美国芯片用的这些方式或者是晶片芯片。那么现在呢，中国大陆就是用来做稀土，主要的原则就是 FDPR。这 FDPR 一旦做下去了以后，它可以扩大它的管制范围，就好像现在在所有的芯片中间，从原材料、从光科技、从每一项都在美国的管制范围中，甚至呢，你包含了用了美国的技术。那现在中国大陆在稀土这边有说，如果是韩中的比例或者是加工环节，也是在管制范围之内，所以。在美国的智库都说你把稀土武器化，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全世界先把贸易武器化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对，而且从川普的发文在发文之后，其实也看到美股接近周末的时候呢，出现了大跌哈。我看道琼就跌了超过500点啊。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下个礼拜会不会继续的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可是还要请教您哈，现在川普已经警告了，我就是要祭出加征100%的关税，大陆会比照办理吗？您觉得？不需要比照办理，因为这世界上的战场非常多。我们今天都还没讲呢，委内瑞拉难道不是一个战场吗？在委内瑞拉被美国全力的卡死的时候，它现有的政权被卡死的时候，委内瑞拉它的石油出口、它的其他大宗物资也是跟中国大陆做了很长的交易，甚至其他的国家未来也有可能用物交易、用 barter 的方式。所以呢，它不需要直接在同一个战场上你来我往。但是你有你的叫做什么过桥梯吧，那我也有我的工具，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天我们也看到它的战略的定力非常的大，是有点像是我今天抄了一下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你要怎么样去强横的要去主导秩序的时候，我有我其他的战场。在其他的战场上，有你没有办法绕过去的这些现在叫卡脖子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要1对1的对应。我再问一下哈，因为这张图哈，其实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在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国防，还有包括 EV 就是电动车还有呢医疗相关的产业相关的机器人你可以看到这一行这是告诉大家说，大陆在稀土上面所占的比例这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大，所以稀土确实是美国的软肋了。对，尤其是你把它分成前面的开采分离，后面的精炼，对，一直到永磁体的制造，越往后面做，中国大陆的优势就越强，尤其是在永磁的部分。那这个永磁的部分大概应该是有80%左右，包含技术。是。那么，所以你在这些所有的技术在转型的这些比较先进的科技里面呢，当然都会需要，不是需要那个 earth 有些军工产业在提炼的时候是需要那个土，但是也有很多呢是需要你后面的永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点，而是一个全面的，在未来转型中间的一个关键原材料。这难道不是跟晶片非常像吗？全面的白刃战开始这个白刃就是你捅我，我就捅你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PEC，马上在10月底在南韩要举行。
川普现在最新的说法哈是说，本来在发文我们看到说，他说应该是没有见面的必要哈。可是呢，最新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川普又说没有啦，没有取消川习会哈。你可以看到他变来变去，变，怎么看？的确是变来变去了啊。我觉得重点是他川普最后会不会去参加？你觉得他？因为不久前有新闻说他或许不去，或者他就要在前一天的晚上年会出现，但是正式的会议不参加。所以南韩灰头土脸了。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去，而且本来要去马来西亚，对不对？然后后来有新闻说，除非泰国跟柬埔寨在旁边，在他的见证之下签和平协议，他也不去了。对不对？他告诉大家，我不是随便出场的。所以，其实说实在，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计划。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最后他还是去参加 APEC 的话，那只要习近平在场的话，他们就会见面。那你觉得习川两人哈，就中美在这一次的元首会，如果真的能够会上一会的话，双方各自想要谈到的目标是什么？对川普来说，从他今年1月底上来到现在，他看中美关系，他一直以来都是把 focus 焦点放在贸易这方面，先买大豆噻。对，他没有谈到其他的过去议题，比如说台海，他自己没有谈，对不对？香港、西藏、人权这些议题，川普都今年都没有提这些问题，而且国务卿Rubio 也很少提这些议题，偶尔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个 Mike Pompeo 当国务卿的时候那么常提到相关议题了。所以川普都是把 focus 在贸易方面。所以如果他跟习近平见面的话，在 APEC 旁边见面的话，那川普只会想谈贸易，其他的议题不管是中东、乌俄战争等等，川普根本不想跟习近平谈这些议题，只想谈贸易。但中方不可能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当然，如果见面的话，中方至少除了贸易之外，也会提到台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除了台湾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或许会提到中东，要看到时候情况是如何，这个停火会不会维持了。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陆商务部寄出这个新一轮的稀土管制措施之后，确实真的是杀得美方措手不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真的是气急败坏啊，不然的话不会，你很少看到川普发文发这么长的漏等的吧？其实我觉得他昨天美国时间那么生气的话，是因为他以为全球的 focus 都是在伊哈停火没想到当天中国会先抢新闻，然后抢国际新闻，再加上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但是他早知道拿到的可能性是不大了。那聂老师我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因为大陆股市在周末之前，因为这个稀土管制的政策出炉之后那么对于这个三大稀土巨头就是中国北方稀土的股价看到是上涨9%，盛和资源控股公司是上涨7%，金利永磁呢是超过了12%，所以呢。未来如果在实施了这个严密的稀土管制之后要想的一件事情是说找买家的事情，完全靠内需市场够吗？够了，我跟你讲，这样讲好了。我当然答案这是先讲肯定的，我先讲投资人是聪明的嘛。他们为什么会一下子让中国北方这个盛和资源以及这个这个所谓的金利这个永磁能够涨这么多，而反而这个西方市场这个股票大跌，非常清楚，他们知道。这个不是问题，而且会推动他们稀土的未来更好的愿景。对，我先讲一下，实际上你刚刚讲这非常熟悉，有没有？你要知道，在2019年18到19年13轮的川1.0谈判，美国压着中国的脖子这样子走，中间最严重是在1月到6月有7次谈判都谈不成，到最后他们真的是毛起来了，讲了一些重话。就拜登接去，在川普2.0之后，实际上他要丢关税之前，中国就讲了一个更狠的话，他说：“我知道你要打仗嘛，对不对？不管什么样战争，你货币战什么贸易战，什么战都可以，甚至各式的战争，我们奉陪到底。”记得这句话，这4个字实际上他们隐含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做，我们就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所以你说熟不熟悉？当然熟悉啊！华为清单在2019年不是3波清单吗？对，把你封锁到所有的出口管制全部封锁，还不只是在2018开始打中兴、华为这样而已，就是打到了现在，其实中国就学你这一招嘛，就是以牙还牙，非常清楚嘛好，那我今天要讲就是说。那你要知道这次做的，我觉得它61号和60号公报主要有2件主要的事情。其实稀土的17种原料，它要做的东西太多，像刚才有这个永久磁铁、永磁这个磁铁等等的这些东西，对这个
到高阶的科技到军用时要使用的，这才是他们关心的，倒不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我先讲，它这次叫做严管，第二个是主审，这是两个，一个是技术的严管，因为一样的，美国也是在技术上特别严管啊，它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锁你啊，成熟制成的晶片它哪要锁你？你看 H20到了中国，算力这个从H100降到28%的。最后中国也做起来了，对不对？就帮你这个黄仁辉的 NVIDIA 都打回去了，有没有？你自己看这个 RNT 这个Pro 6000不是也都打回去？比方中国在成熟制程，甚至再高一点，接近到先进制程，他们自己都做得到，一样的道理。稀土我先讲一下，第二个叫主审，就是它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啊，你看一个人真的要聪明的话，第一个 IQ 要够高嘛，你的 AI 我们讲机器人 AI 这个脑要够好，越好就是越细的奈米精度越小，在越小的地方容越多的，又14奈米以下的东西，它是省这个东西。第二个记忆要好嘛，对不对？你聪明但记忆力不好也不行，所以它的 memory 它的层次要在256以上，就主审严审这个是审这个。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如果用到了军事更可怕，所以为什么你知道终极战争最后可能真的打起来就是比武力是打军事，可是我觉得现在终极战就是稀土和这个所谓的晶片的终极战争。我先拉回到最后一个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稀土跟晶片一样有高阶低阶，晶片有所谓的先进制程、成熟制程，你知道这里面太多东西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储量哈，这个1.2亿的储量4400万吨在中国，它占37%，产量呢它27万吨，是比美国4万5千吨要多6倍。那重点是它的萃取冶炼这个技术啊，在那10年从徐光宪和他的这个夫人嘛高霞霞研究出来这个所谓的萃取分离技术之后，这个技术啊，就像你黄金要萃取到99.9%，那不是那么容易啊。它的技术已经控制到全球的90%嘛，所以美国怕的是这个，所以它严管是这个东西嘛。那你说它怎么会卖不出去？它成熟一般我们讲低阶的这种民用的，其实大家需要的，它一样这个市场会很大啊，所以股票会涨啊。但是这种高阶的却需要的，我跟你讲是很大到你可能做不出这么多就跟晶片一样啊。台积电全世界强，所以他怎么会担心呢？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投资人是聪明的。所以这次啊，真的川普也是实际感受到了哈，这西方有句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不过中国也有一句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川普火大不爽了，所以呢？中美的关税大战又要一触即发了。金融时报就引用了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啊，说到8月为止的这6个月之内，像是音响设备的价格上涨14%啊，服装上涨8%，另外硬体跟附属设备涨了5%。那这些产品呢，大部分都是依赖进口的。而全美零售联盟首席经济学者也表示说呢，过去2年来，商业产品通膨率一直都维持在0的上下，但现在开始看到产品通膨升高的趋势。还有一位专家是花旗首席全球经济学者他估计他说呢，美国消费者大约因为这个关税来来回回这个只负担了这个关税30%到40%。那另外的2/3呢是由企业来负担，但是未来几个月恐怕消费者的承担比率要提高到60%了。好，现在这个又来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关税大战又要打了因为2.0这个川普2.0以来呢，你可以发现其实呢来来回回，先前的喊话竟然喊到了都超过100%，那现在又来了这个100%又回来了。所以呢，我要问倩姐的是说，如果真的川普就是执意这么做，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他就刚刚讲说变来变去，可能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万一他真的执意这么做，真的加征了100%，还是不算原先的，那接下来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怎么评估？对，因为他如果加征100%，接着要看的是说他会不会再放上一个 hiatus， 就是我们暂停3个月啊、6个月啊，因为别忘了在4月就是要让。从复活节到圣诞节的那个礼物季节，还有
back to school， 就是对学生开学季节的开学季产品能够有，所以他就把时间一直拖到了10月。那现在马上就要到10月，所以你看10月14号要征港口税，明年2月还有情人节。对，那个不是一个最大的礼物季节啊，就是美国人买东西最重要的还是 back to school 跟最后的那个感恩节到圣诞节。那10月14号为什么这是要征港口税，也是这同样的一个逻辑。那我记得我们一开头看到它关税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在预期它一个很快的通膨影响，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那么影响清楚。那可是到现在为止，数字已经出来，就是说，当他一开头做这个关税的时候，虽然他告诉大家说，哦，我们已经收了这么多，要来补贴大豆农啊，但是他所补贴的东西呢，最初是由进口商跟出口商。因为最初的产品，他们就会在既有合约上面做一些小的调整。在途的货品，就是还没有到美国的港口的，他们那时候做了很多的调整，也就从原来的计税的标准或者是原来的报价标准中间重新去谈一下，你让多少，我让多少。那么最终的一小部分呢，才从渠道转交给消费者。当时的计算，我记得最初的计算呢是不到30%，甚至有时候算说只有10%到30%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因为所有的渠道跟进出口商都知道，说我一下的这种这么大的这些提升，光消费者会无法买单，那我反而会有存货的问题。对，你会缩手，对，不敢买。现在所有的人从大概3个月以前，包含了投资银行像高盛啊这些，他们都说好。现在进口商跟出口商都知道说，我们现在这做法已经不行了，甚至他们有些时候不是已经直接在他的这个收据上面就写说这是特殊的加征的钱吗？那美国政府因为很生气，他们就换了一个方式，换一个包装，改了一个名字，但是明白的告诉人家说，这不是我们买卖人要卖给你的，而是政府所加征的这个税的影响。那么现在大致上的人算都是68%到70%会直接转嫁到消费者手上，将近70%，这消费者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它的那个所有的东西就会变贵了。它的通货膨胀的效果呢，也会很快的提出来。可是它现在的期望可能是用二手车价钱啊，或者是石油，因为在那个 gas pump 并没有那么贵，除了少数几个州，像华盛顿州非常的贵。可是如果你到了纽约、纽泽西，它还是跟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差没有很多啊。那所以说，他们会期待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平衡那个整个通膨物价指数的计算，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offset 这么庞大的增长，就是说68%到70%是要由消费者负担，也就是说直接转嫁给消费者这件事，这是第一。我觉得第二呢，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他会想尽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获得他想要的货品。所以说，无论是美国如何的去攻击像西印啊、Temu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这些跨境电商，他们到最后呢，还是会成为美国消费者他所购买行为的一个部分。可是这个东西一旦转了，那么传统的渠道就会受到非常重大的伤害。对，所以传统的渠道，如果说在今年的4、5月还有能力去承担一部分，就是说我不涨价，我就吸收，我把我的利润降低，那个传统渠道去吸收这些关税效果的能力也会降低。对，所以就真的只能转嫁给消费者了。我们讲传统渠道啊，因为大家都逛过这个好事多哈，这个传统渠道就是很爱买的这些消费者呢，一定会发现，万一有一天这个60%到70%的关税成本都让你负担，你受得了吗？好事多的全球执行长啊，他就表示说，为了要减少这个关税带来的冲击啊，所以现在他们的卖场呢都已经减少摆放许多的进口商品，比如说像是玩具啦、装饰品啦，那闲置出来空间怎么办呢？改放什么？改放3温暖跟后院凉棚这些高价的产品啊。我先问 Russ 啊，你会买吗？还好我没有在美国了。你在台湾也会逛 Costco 啊？但是有替代品是有，因为贸易战是川普1.0就开始，2018就开始，对不对？所以供应链已经有7年时间做调整，那很多制造有回到美国国内来做，但是问题来了，第一，价格可能会更高；第二，选择会没有以前那么多，因为以前好事多可以进口几个不同品牌，那消费者可以选。那或许以后你去在美国去好事多的时候，
只有一个品牌，然后价格会更贵。你说好事多的自有品牌是？或者如果是其他的品牌的话，是美国国内品牌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从中国。以前很多人认为越南、印度等等国家可以取代在中国制造，对不对？但是现在关税都提高了，对不对？所以只有美国国内品牌或者好事多自己的品牌，所以选择很有可能是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如果你是美国民众的话，你会选择用美国本土的品牌？如果你去按照执行长的说法，你没有选择啊，你去好事多只有美国品牌，对不对？对，因为三温暖不是常常用嘛，后院凉棚也不是天天晒嘛，对不对？所以那我问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就连服务业都可能会要面临到通膨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因为这个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哈。他就担心一件事情，他说连服务业通膨都可能会上升，所以这代表的是一个连锁的冲击，可能会产生了吗？应该会有了，但是川普不会说是他因为他的政策而产生，他会责怪什么理由？他会责怪民主党及国会议员，还有会责怪中国。他当然不会说是我自己错，对不对？他会责怪别人。好，但是。不管如何，中美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万一走到了这种，又是回到了这个胆小鬼的游戏哈，就是你敢这么做的话，我也敢这么做，那看最后谁就是决定要撞在一起。美国贸易代表署哈，他们最近也根据一份海事301的调查报告，因此启动了第一阶段，刚好特别提到港口费征收的措施啊，因为依据规定呢，这个停靠在美国港口的外国船舶啊，会分成3类来征收港口费。比如说，中国大陆建造、中国企业经营，每进吨位要收费50美元。那未来3年每年还要调涨30美元。另外一类呢是中国建造非中国企业经营啊，这个就不同了，就每进吨位呢收费18美元。但未来3年呢每年调涨5美元。还有第3类呢，就是如果由中国大陆航运企业经营同样规模跟来源的船舶，每次航行呢要缴高达420万美元的港口费哈。我觉得川普政府大概是想怎么样能够捞到钱就往哪里去找，这样找钱的方式。所以聂老师，船运的这个运费通常都是国际贸易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但是如果调高了港口费，会不会因此而逼得使得中国大陆对美的贸易额再度的往下调？因为现在已经不高了。答案当然是 yes， 肯定的嘛。对啊，我先讲一下，你刚刚讲对了一个，川普是什么人？他就是狂妄自信的一个重利的商人嘛。他就是一个商人，那还有什么好讲？他写过《交易的艺术》，在1987年，里面就告诉大家，就是 attack 再 attack， 反正不管怎么吓人家就对了。台积电1000亿怎么过去的？100%嘛，不是吗？在我们那个4月2号之前不就讲100%才过去嘛？魏哲家在白宫跟他的董事开了会，遥控就1000亿了，对不对？后来他又想要说，后来不是又喊出一个100%吗？其他的什么20%、15%都不是重点，他今天是随便喊价的，他的价钱的高低都不是重点，就是告诉你我要你怎么做，你就听我的，否则我跟你讲，我拳头很大，我可以打你。好，那不管怎么说，他的确都是用金钱考量。那我的意思说，他们的中美贸易当然还是会下降。我先讲一下哈，我们刚刚讲到的稀土晶片是可能终极战争，这是科技。可是 bottom line 就是经济民生还是很重要。对，你自己看哈，美国打了非常多的关税战也好，或者里面他当时的贸易赤字3000多亿啊，在1.0版的时候，后来当中国有示威一些，然后变成赤字是2000多亿。但不管怎么说，美国还继续打它，打到你今天都没有赤字的时候，是你怎么打？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国还是买家嘛，还是卖家，美国还是买家。全世界大部分这个都知道，美国就是大买家，他才能丢关税，他不是买家丢关税，这个吓谁啊？对不对哈？但重点来了，中国也有招式啊！你每次打我关税或打这个，中国就可以做很多啊。现在中国做了一个招，不是在前几阵子做的吗？你大豆你生产全世界31%，我就是为了要跟你友好，这个减少你的赤字，所以向你买，你卖的又比人家巴西贵，我干嘛向你买？因为这我们的互相的这个 reciprocal 嘛，互惠嘛。
结果你的护卫跟我护卫不一样，所以我干脆去向巴西买嘛，人家生产38%又比你便宜，而且呢我还可以拉近关系，而且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阿根廷有13%，加起来51%，我就向他们买，就不像你买5个月没有进一颗大豆，你说美国怎么办？所以他的红州哦，这种农民州都是要选川普的人，不是就慌了吗？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奇怪，就是上层就打科技战，现在打经济战，这打到最后呢，当然你说贸易，当然就是两边。我们刚刚讲孤立主义，这个4月5号不是川普在经济学人被有一个画刊说他自己在割一个地图嘛，割这个美国嘛，割到最后他自己孤立不就掉下去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贸易真的会下降。不过我觉得商品下降的冲击是什么？您觉得？我今天讲一下，商品有很多，你说冲击到什么商品吗？是商品贸易额整个下降之后，对美国整体经济。好，那我今天讲，所有的商品有分类的，这有所谓我们学经济学所谓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弹性嘛。你今天讲说需求产品的价格弹性是，如果它低的话，我跟你讲，买家他一定要自己买单啊。那供给的价格弹性如果高的话，买家也要买单啊。因为我跟你讲，你如果价格弹性高在卖的，我就不生产，你不是吓到了，你就是需要。那你需要的这个弹性很低，你价格再变化，我还是要，我变化不大，我不是需要吗？这种商品它一定要进，这时候它一定会贵。但有些如果它有刚刚讲到一个替代品或诸如此类的，它可能就会比较不需要。那这时候当中国可能就要说要另外找到其他的地方去销售，就像美国现在的大豆可能要找别的地方，比如找台湾诸如此类，以后我们就吃基改大豆等等的就好啦。就这个大豆也会便宜啊，就像豆浆也会便宜，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贸易一定会下降。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商品，真是要看这个所有的商品不一样，它就是民生你的这个需求弹性的高低，然后来决定是买家买单，还是如果是这个供给的这个价弹性低的话，那是要卖家买单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必须这个卖家来卖，那这个企业的获利，像不管是输出国就会受伤了。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现在所推出的战略哈，透过不买跟不卖哈，不买大豆，不卖稀土，用这种方式呢，逼的这个美国必须要想办法来做一些因应。那也看到一些分析啊，就是在 APEC 之前啊，因为元首会之前呢，毕竟双方都必须要去堆叠他们能够去谈判的筹码。但接下来会不会像刚刚所说的，川普现在又改说，也不排除还是会继续的川习会，我们就等着瞧。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焦点，就是《人民日报》那么连续8天呢，发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特别看到中财文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人民日报评论部长期在使用的一个集体笔名，有点像是我们报社这边的总主笔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主要呢发表重要的评论文章，特别是关于党建、还有思想理论以及政治方向的重要稿件，所以呢每次一出来的时候呢，会特别引发关注。那文章当中呢，这次看到有部分呢是为了要坚定各界对中国大陆经济的信心，当然也有部分呢直指当前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像是外部的环境不确定性逐渐的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美国滥用关税来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那在国内呢，则是看到了中国大陆国内的大循环存在着卡点跟凸点。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出现了一些矛盾的这个情况那房地产市场现在也在等待回稳止跌的过程当中。所以聂老师现在大家现在关注的是4中全会的“15+5”规划。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他们内部也在检讨，是中国大陆内部的经济挑战要如何来克服。所以您觉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做法呢 ？OK， 我觉得你谈到5计划，对大陆来讲是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大陆这个所谓的以前叫计划，现在叫5规划，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他们的达标，要不要达标的这个努力以赴真的非常重要。他们从1953年开始做他们的5计划嘛，一直到了他们有几个非常重要，我们都看到的，比如他们的第一个100年目就是建党100年，在1921年成立这个共产党之后，他们在2021要全民脱贫，有没有达到？他们用了非常多的所谓的薪资倍增计划，一波又一波，从15、15、12、5，真的就达到了所谓薪资倍增。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每5年嘛，就是2020、2025，现在到2030，他现在在2015的时候的13+5计划又丢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时候文稿写了一个中国制造2015写的2025，它是3步走，25、35、45。
25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世界的所谓制造强国，但是到2535就不得了了，它要达到一个叫做全民建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它跟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国。但2045就更可怕了，它就要世界第一强国。所以第一制造国，他的想法就是他的1949年到2049年建政100年，好，或者叫建国100年，要号称世界第一嘛。当然，我们不要讲第3个，可能是建军嘛，党政军，那就是2027了，那对台湾就有关系了。这个我们就注意一下。但我讲这200年中，它在一步一步达到的时候，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计划。但刚刚也碰到了疫情，在那一段时间，2020到2023，中国受到很大的重创，它的丰容所过，你说对也对，错也错。造成它的经济是下滑，而且在2020，它的3道防线的对房地产说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人的确打到了恒大、碧桂园，全部一系列打到很惨。那中国的经济在很多外人看，真的很多报道是真的不好，房地产不好，整个经济不好，要达标，每次2会要开说5%都不一定达到，不管他数字怎么弄。年轻人躺平，现在那个青年失业真的很严重。不过呢，我会分析中国它的底气是够的，因为讲话它它的外汇存底从这个1兆、2兆、3兆、4兆到2011年3兆、2014年4兆突破到这么多，他们的积蓄已经到达足够的底气。的确，你现在看到经济换有点水池，有点停滞，它水量是够大，所以这个国家要跟它的对手美国来比，刚好相反。那个空洞化的国家，它消费力虽然很高，可它真的很空洞化，这是2回事。所以我讲它的达标计划还是有达到。那你刚刚讲到说你问的是什么样的宏观调整？当然，从我们去收尾所看到的，它很清楚讲说，第一要制造内需，第二要制造生产力，第3呢，它是要提升社会福利。当然这是口号式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它里面也强调说，它刚好是一个所谓的过渡期，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达到过渡的所谓的强国叫现代化强国的这个路程。所以它的2025推到2035，那2030到2035就要达到我讲的世界第一，这所谓的首届强国的这个目标是他要走的。因此，当然现在看到，那当然他们的智囊团一定会在这时候一定会想到，现在他们面临到的所谓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向它提升？对，这个您刚刚特别提到中美2国在比底气哈 ，Russ， 美国的底气在哪里？美国的底气因为现在提到的是中国大陆底气是够的。我觉得川普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怎么说？因为他觉得他的贸易政策是对的，他觉得这个贸易战是必须要做，制造要拉回美国了，不要让那么多便宜的进口商品进来美国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不管是这个港口费或关税等等。这个是川普从早就说他有这个想法，这个川普不认为这个是个问题哈，他真的不认为。拉回来看说中国大陆的底气啊，我要请教倩姐啊，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啊，他指出说2012到2024啊，中国大陆的 GDP 从54万亿元增长到了135万亿元，年增长的比率大概是平均是6%哈，接近全球经济 GDP 的。就是全球经济 GDP 是3.1%的2倍哈，所以他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有挑战，但是呢稳得住。数据归数据啊，但是实际上看得到哪些因素或者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体质其实是可以 hold 住的。对，我们时常会看2个方向，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啊。我知道有很多住在大陆的人，他在微观的自己的经历上面呢，觉得有很多的困境。譬如说刚才说的年轻人躺平啊，有些城市觉得不好。但是你从宏观来看的话呢，从今年2025是“14+5”的收官之年，那2025中国制造的基本的目标全部都达成了啊，而且也达成了刚才聂老师说的4亿人脱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就，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能够让4亿人口脱贫啊。但是这些人4亿人口脱贫了以后，他们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当然就是下一个15+5的挑战。所以从现在往前看的话，刚刚讲了2025是14+5的收官，那接下来你有2030的碳达峰，因为你还有2060的碳中和，你有2035的中国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把中国标准当成工业4.0的一个收官的话，你从那边倒回来看，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个是你在成长的部分呢，要往新质生产力这边推。那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些作为呢，就是推动什么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不只是制造业而已，连服务业也是在往这个新质生产力这里推。所以他把他的成长的引擎，最早以前是那个投资拉动，然后后来是出口替代，那现在呢，他在往新质生产力这边推，那是很明确的。
第二个就是 reform 啊，它的那些改革还是要继续进行的。那包含了体制的改革，金融还没有对国际全面的开放，还有呢，国内跟国外两个循环中间有很多需要去调整的，包含了刚才讲的房地产。我时常提醒大家，美国发生房地产风暴的时候，就让全世界买单。2008次贷风暴，而中国发生房地产风暴，而且产生了城投，就是城市的财政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用中央下来背债，定向增发，然后去解决，把短债拉长，让它内部去逐渐的吸收，它并没有让全世界的人买单哦。所以最近看到许家印他们家的全球的资产会被追回来，我觉得像这些滥用国家资源去对自己不当独立的人，当然是要用法律去严峻的制裁，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建商，他们不见得是像许家印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麦子跟稗子要把它分开来。reform 这个部分呢，国内的大循环中间有许许多多需要去继续去改变的地方，包含了他们前段日子所说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用城市呢，把所有的国家所发展出来的这些福祉呢，能够打到不同的城市去。所以 reform 要做以外，我觉得下面呢就是 opportunity 未来发展，因为前面讲的都是过去，要达到2035中国标准，你在 AI 跟 quantum 一定要做得好。对，那再往前面稍讲一点，2030的碳达峰，你绿色转型跟数位转型要完成，所以未来的第一个5年计划一定是在数位转型那个跟绿色转型地方会大量的运用各种的国家资源，但是同时也要为 AI 跟 quantum 就是量子这个地方去铺垫，才会达成2035的工业4.0的2035中国标准。对，所以这2个阶段每一个都很重要，而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计划。新的机会，所以如果说有些年轻人觉得说他觉得现在经济很卷啊，觉得要在家里躺平的人，一定要再想想，因为你碰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AI 的转型跟数位 quantum 绿色的转型呢，都会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科技的前沿，可以界定未来的标准。对，现在大家在关注的就是说这个4中全会哈，10月20号到23号召开。那特别看到 UBS 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他说，中国大陆呢将会在“15+5”规划当中，把他们的 GDP 的成长目标定在4.5%到5%这中间。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中的科技争霸是就是一个大趋势。那现在呢，在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哈，就是联邦众议院这边的这个委员会呢，那么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就算美国跟盟友们试图的限制中国大陆制造晶片的能力，但是大陆去年仍然从5家主要半导体制造设备商合法的采购了价值大约有3800亿美元的半导体设备啊。哪5家呢？包括了美商印材啊、科林研发、科磊，还有呢艾斯摩尔，另外就是东京威力科创啊。那所以这显示说，中国大陆呢企业采购的额度啊，真的还不小哈。这5大企业总销售额，那中国大陆就占了将近快40%。言下之意，也就是说，如果这5家企业如果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失去了他们的订单，恐怕问题就很大。那所以呢，我要问 Russ 的就是，这是不是代表说美方要求盟友来进行一个科技管制？但是实际上，这群盟友他们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掉单，是这样的吗？承受得了吗？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当然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不管是半导体相关设备业者，或是美国公安人士、外交、商务部等等人士了。只能说，这份报告出来之后，方向是很明确，那就是美国会再次向盟友，不管是日本、荷兰等等国家，再次施压，加强这个出口控管。那不管是类似的出口控管或者制裁，比如说欧洲或美国制裁俄罗斯，你第一波或第2波的制裁或出口管制，你总是会发现不是很完整，总是会发现还是有漏洞，所以一定会再次管制这些出口到中国去。所以当然这些企业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如果
如果问题是会不会以后会有更多的出口管制，一定会有。好，管制会加大，会继续。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你管制了，你要它不卖中国大陆，它卖给谁？美国国内这个半导体的资产是正在扩大，这个也是事实。买家在哪里？不管是台积电、三星、Intel 等等，他们都在美国有扩大制程，对不对？所以即使失去部分中国的订单，那他们在美国国内还是会有好大的机会。你认为在美国还是会有它的内需市场？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说法，但是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谁在执政，谁在白宫，谁当总统，美国已经做下决定，需要补助这个半导体行业就会补助了，这也是事实了。好，那总而言之，其实美国现在意识到有非常多的问题啊，包括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聊的，就是说呢，军方也必须要进行大整顿、大改革。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现场，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的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啊。最近他站在一排都是高阶将领的面前呢，跟着这些高阶将领、这些将军们训话。但是呢，这一番话呢，到现在为止都余波荡漾。他在现场呢特别说了一句啊，他说美国现在实在太多肥胖将军了哈，说这个体态你们都不自己先顾一下。还说了一句，他说如果大家不满意政府的新政策、新做法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马上走人。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了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叫做布希尔啊，他是开了第一枪，他宣布退役。之后呢，又看到了另外一位芬顿司令啊，他是特种作战部司令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他也宣布退役。那一个礼拜呢，就有2位离职的4星上将。好，那没有想到呢，这件事情还没结束。赫格塞斯最近又突然开除了他们的海军幕僚长，叫哈里森。那《卫报》是报道说，哈里森在上任以后呢，跟今年3月才出任海军部长的费伦合作，要专注在海军政策还有预算部门的全面改革。但是呢，报道也指出呢，他们2个人呢试图限制海军副部长的影响力。这个副部长很重要，因为这个职务呢，在传统上是在军种预算管理发挥很重要的角色。大家知道，到了年底军方已经都开始在争取预算了，所以现在解雇这个，照目前的计划赫格塞斯还有再加上川普的支持，说要解雇超过半数的这个高阶将领，但是这会对于美国原本一直在强调的 military complex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Ross？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像其他的目前美国面对政治问题那么严重。比如说，目前美国政府是关闭状态了，对不对？然后民主党、共和党对这件事情不同意见等等。对。但是军方他们都是非常专业，对不对？那现任总统说我们要或战争部长，以前是国防部长，现在战争部长，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些将领都会跟着走，当然他们不会反对，像反对或不接受的话，他们就可以提早退休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总统或部长说我们将来的方向是这样，那大家都会跟着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好大的问题，而且国会刚刚有通过好大的国防预算啊，不管是设备方面或福利方面都有大幅的成长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军方包含高层的将领等等人士都会配合。所以尤其是讲到人事方面的大幅削减，你认为是不会对于美国的战力造成影响的，对吧？我真的觉得，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你又怎么看接下来战争部他们所强调的，他们现在要改革美军？那不管是从软体从硬体你觉得美军现在面临到的关键挑战是什么？其实说实在，目前最大的条件，我觉得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战争到底是在哪里。那很多人认为是中美会发生战争，对不对？但是
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啊，我也常常说，美国是离不开中东了，所以美国也是要在中东继续部署了。那另外因为俄乌战争，那北约国家也是一直向美国请求，美国也要在那边在中欧、东欧再增加部署啊。虽然川普不太想啊，那所以即使国防预算有增加了，或者有这个内部文化改革，就是部长觉得过去是太进步价值，要带进来一些保守价值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目前不知道将来到底在哪里要打仗，而且怎么做好准备。了解，因为听在这个一群新兴的心里面哈，这个想说赫克塞斯，虽然赫克塞斯体态是维持得很好啊，但是你说这个你们将军都太肥胖了，这不适合留在军中啊。这有时候你身为一个指挥官，你心里面一定很不是滋味哈。那现在其实对于战争部来讲的话，就人的部分的话，现在更强调是忠诚度哈。那么《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五角大厦呢，他们还计划要针对超过5000名军职跟文职人员实施一项这个相关的这个动作哈，就是大规模随机测谎，而且要求签署保密协议，避免机密的资讯外泄啊。你如果不够忠诚，那你就不要留在这个战争部。新的规定还有一项，就是进入五角大厦采访的，连媒体记者都必须要签署协议。就是限制呢，在这个 Pentagon 大楼的行动，而且承诺呢，如果是机密资讯的话，不会登报，不会刊登出来。如果拒绝签署的话呢，你的采访证就被撤销，或者是拒绝发出。所以言下之意就是防泄密，防得了吗？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其实最大的泄密者是赫格塞斯嘛。他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给媒体的，他在一个群组里面让媒体知道，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说你们别人不能泄密，可是他泄了很大的密，并且呢，我觉得随机测谎对军人应该是一种侮辱吧，因为他们都有密等的。你的机密等级是比其他你要签的任何的协定都更严格。今天你在美国的机密等级是经过了各种的 vetting， 你要很多层次讨论过了以后才有。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要重新让大家去签署要保密，是不是表示不再信任所有的人，以及既有的这些机密等级的这些分？它其实严格到，譬如说今天你要去一个卫星公司。你没有密等的话，事实上你不能继续参观啊。这就是说，你什么人可以碰触到什么样的机密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你有国家的各种的法律去对军人去做追索。所以我觉得这个文人赫格萨斯他当过兵了啊，但是他的想法真的是很奇怪。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中间，应该就是在川普已经一统江山，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也在整肃中，包含了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的 Comey 都在被起诉的状况之下呢，他在司法上面呢手也很重。那接下来就是对军队，就是强化领导中心、重振军方文化，以及呢。简化决策机制，因为刚刚讲那个 John Harrison， 他的罪名是说他有个秘密的想法跟副部长的想法不一样。其实，在军方里面，你有连参作业，不同的人呢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你在你的体系里面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你才有连参作业的概念嘛。否则的话，你就一个人决定就好了。但现在看起来是要一统江山的，强化领导中心，改变军方文化，要绝对服从，并且呢简化决策机制，所有不同意的、反对的全部都要挪开。将来美国的军队会不会正如同川普现在所预示的？他说，我们不但是要对待国外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人所预示的啊。因为赫格萨斯说，我们现在打仗就是要变成战争部，我们不是只是防御，我们是要打赢。那同时呢，川普说，我们不是只有国外的敌人，我们还有 invasion from within， 我们还有内部的敌人。那么过去，无论是军方或者是就是 Coast Guard。或是其他的政府的部门，它的分野是非常清楚的。谁可以在国内去行动，是有非常明确的界限的。没提到内部敌人啊，因为最近不也传出说，是不是在专门针对这个 Cheney？
我觉得不一定那么不一定窄，它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得到一个非常宽泛的授权，使得总统的意志呢能够很容易的下达到他想要下达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看美国在快速的转型，包含他过去的那些内部的分野，对于国内跟国外的这些分野呢，全部在川普的2.0中间已经轻易的越过了。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法官仍旧说呢，你不能到波特兰，你不能到芝加哥去把军队送到那个地方。那这些人能够等多久，能够抵抗多久，恐怕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困境。所以现在要建立的是川家军哈，这个聂老师怎么看？对啊，我们知道川普一上任就把他弄了一个忠诚内阁嘛，每次开会的时候，每一个都他讲什么他就忠诚，点头，对不对？做什么都好，讲什么都好，什么都对了，对不对哈？但军中好像现在不是啊，他很担心，所以呢，召回了所有的将军，大家集中在一起。但当时大家就想到，这所有的军人回来就说：“哦，你是不是要裁员呢？”因为他现在一直到处想到钱，要节省经费嘛，这些军人会害怕，所以士气呢，你说你要鼓舞士气，实际上是打仗的士气。那现在那个将领有没有从空？特种作战部队的陆到海，全部这样打击，你说这个士气是被打击还是提升？不过从川普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叫川意志，你要实行我的意志嘛。现在非常清楚啊，因为他其实面临到困境，他困境有内忧外患啊。外面讲不好听，军人要出去打仗的，我们现在有那么大的敌人，越来越厉害，空军、海军，我们现在全部制造一个空洞化。人家制造船，虽然人家只有3艘加3.5艘这个这个航母舰，我们10几艘，但我们都救了，对不对？10艘厘米之1艘福特。我们这造船是空洞，花1年造不出一艘，人家300多倍的造船量，他什么都怕了，所以他现在面临困境，他的霸权可能维持不了，他必须要实行川意志，他认为他才有力量去打击。第二个就是他讲的内部嘛，他觉得内部也有反对他的声音，他就很怕。你刚刚讲不管前提加入等等，其实他的很多想法就是他要掌控全部，他不能被有任何。